自从中印边境对峙爆发以来，高原作战和高原后勤就成了两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很快，中国以强大的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令各国观察家为之震惊，展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建军的成就。读者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所谓的无人机后勤了。中国前线执勤的士兵可以使用无人机获得弹药、医药、食物、清水等补给品，而对面的印度军队仅有少数轻型直升机可以执行此类任务。但很多人忽略的一点是，轻型无人机执行的后勤只是最后一棒，即把物品交付至一线的士兵手中。但大多数后勤的主要任务还是需要车辆运输的，毕竟数万人的部队不可能完全依靠直升机来运送补给，不仅量跟不上，还烧不起那油。从这一点来说，中印军队倒也没有什么不同。行驶在高原上的自然都是非常艰苦和危险的汽车兵们，特别是有些道路条件差的地方，普通卡车非常容易发生危险。为此，中国需要开发一种特殊的车辆，用于为偏远地区运送给养。解放军新型履带式全地形车可以爬上5000米高原输送给养。解放军委托开发了一种新型的全地形车，用于在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原地区进行后勤支援。这款新型全地形车采用非金属履带设计，可以在35度的坡度上行驶，可以运送1.5吨货物。中央电视台报道，该车可以有效解决向高原地区驻军运送货物的困难问题。在最近的一次任务中，该车辆运送了数十箱方便面和桶装矿泉水。中国将此款运输车称之为强阳界外813，它由新加坡技术动力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开发。最初这是一种商用车辆，但非常明显它很适合军用。强阳运输车是一种双节履带式车辆，采用了独特的铰接式机构。和坦克不同，它采用的是轻质的全橡胶履带，4条宽履带可以提供非常大的接地面积，使其可以顺利通过壕沟、碎石地、沙漠、泥泞地等复杂地形。其最大爬坡度可达35度，完全可以登上大多数卡车无法达到的地区，并且为人员提供足够的安全性。履带式全地形车还可以作为战斗车辆，支援山地步兵作战。铰接式双履带车是最早由瑞典的一家公司开发，瑞典军队大量装备了 BV206 履带车。这款车辆是为了瑞典的地形环境量身打造。身处北欧的瑞典，冬季冰雪覆盖，极为严寒，很多地方可谓寸步难行。而 BV206 履带车可以在各种极端环境下安全顺利地行驶在各种地形上。如果用来载货，前车可载 0.6 吨货物，后车可载 1.4 吨货物。如果全部载人，前车可载7人，后车可载11人，共18人，运输能力远超一般的装甲车。正是由于其先进的性能，欧洲很多国家都随后采购，甚至仿制。BV206 履带车非常轻，可以使用直升机调运。中国也曾进口过，同样中国也可以在运输车的基础上开发作战版本，比如在前车加装反坦克导弹，或者在后车加装重型迫击炮。它可以到达一般车辆无法接近的区域，为一线士兵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和足够的弹药量。曾经在山地作战中，解放军基本都是依靠人力和蓄力运送迫击炮和弹药，极为艰苦。有了履带式全地形车后，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山地作战的形式。它在高原地区的作用可能比蒙式装甲车还大，或者中国应该组建轻型履带合成旅了呢？据悉，中印边境僵持从去年6月份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中印边境历经最长时间的一次僵持。而据这半年来，印度方面的政策已经清楚表明，印度肯定是想要借此从中国这里捞到好处，或者向中国示威，展现其企图成为东南亚的大国的野心。即使现在僵持不下，坑人不成反害己，但是印度也不愿意从前线撤兵。对此，美专家感慨，印度的战略政策有预谋，根本是在自杀，并表示自己可以给印度出谋划策。据环球网援引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月20日文章，该文章分析中印前线局势，对目前印度的困境向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杜尔蒂提出了疑问：印度该如何在巨大实力悬殊下扳回一局？对此，这名美国专家直接猛烈抨击印度的战略，不是印度的战略有问题，而是印度一开始就高看自身的军事水平，对中印两国国防经济建设的认知错误，造成了对中印两国的战略竞争能力差距的错误分析。因此，现在印度军方采取的对华军事战略相当于自杀政策。
美专家对印军战略观点某种程度上来看是正确的。首先，观察印军发展建设历史，可以发现印军的国防建设一直是以陆地中心的军事战略和预算，这种分配就导致了印度空军和海军发展的严重落后。另一方面，印度陆军在这种长期偏向的国防建设中也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这次前线僵持的情况来看，印度陆军的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问题。虽然一开始抢占先机，占领重要军事高地，但中国随后立刻行动以牙还牙，这让印度有些措手不及。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军队有条不紊的部署，更是显得印军前不顾后的战略漏洞百出。现在印军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弄得自己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在经济倒退的情况下疯狂军备的困境，可谓是自讨苦吃。这名美专家表示，自己可以给印军出谋划策，改变目前的困境。本以为美专家有什么高明计策，结果给出的几点建议更是匪夷所思。美专家表示，鉴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军队利用渗透和反击作战手段带给美军心中的阴影，印度想要改变劣势，只有效仿中国志愿军战术，并大力发展海军，尝试在印度洋上封锁中国。但鉴于中印边境与抗美援朝的态势差别，印度在采取该措施时，还应该增强自身的态势感知和机动能力。这用中国自己的计谋打败中国自己，这建议实话说还不如不建议。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完全跟中印边境局势天差地别，况且中国志愿军的意志完全是印军不能比拟的，印军能否运用中国步兵师的战术还是差得太远。最后抗美援朝的保家卫国是印军的军事扩张意图能比的？这出谋划策将人头送上门，可能还不如印军自己的自杀战略，好歹能拖一段时间。为了突破美军的围追堵截，去年俄军在多个海域主动出击，频繁给美军制造麻烦。俄军黑海舰队的基洛基潜艇多次前往地中海部署，并屡次接近北约在塞浦路斯的基地，而美军起飞数架 P8 反潜机搜寻数个小时都未找到目标，直到俄军潜艇出现在千里之外的直布罗陀。而在远东，俄军核潜艇也是逼近美国阿拉斯加，经常被美国渔民撞见。去年底，俄军舰队还驶往英国海域，整个皇家海军反应迟钝，只能看着俄军在家门口展示武力。而中国的潜艇更是多次突破第一岛链，接近日本本土和美国第二岛链的区域，进行远洋航行作战训练。而中国更先进的潜艇也是蓄势待发，如俄罗斯的亚森级和中国的096级。为了盯紧中俄潜艇，美海军反潜机部队可谓费了9牛2虎之力，头疼不已。据一名退役飞行员表示，反潜机机组是整个海军最为疲劳的，他们往往持续执行任务几十个小时，就为了追踪潜艇，所以海军才计划开发大型无人机进行反潜，降低人员的疲劳工作。死神无人机可以大批部署，替代任务繁忙的 P8 海神反潜机。由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为美国海军开发的 MQ-9A 布拉克威死神无人机，最近在美国加州海域测试投放了反潜声呐，并跟踪了模拟潜艇目标。这是这款大型无人机首次部署独立作业的反潜系统，首次测试投放了10枚反潜声呐浮标，形成一个声呐场，以监测和识别目标，测得数据由上空的无人机接收，并使用数据链及时传送到位于亚利桑那州尤马试验场的监测站。这次试验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系统开发的一部分。该无人机是美国海军空中系统司令部的一项重要计划。如果海军将此作战概念付诸实施，可大幅降低监测追踪潜艇的成本，让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这种大型高价武器平台可以进行指挥或战情管控等更重要的任务。在本次测试中，死神无人机使用通用公司的 UYS-505 声频处理系统捕获潜艇目标，并对目标实施了长达3小时的追踪。MQ-9B 无人机可在其4个挂架上配备4具声呐浮标吊舱，一共可携带多达40个 A 型声呐浮标或80个 G 型声呐浮标。这些声呐浮标非常昂贵，被动式的价格为数百美金，主动式价格达数千美金。与 P8A 反潜巡逻机相比，无人机反潜作战是花费低廉的作战方式。相较之下 ，P8A 的飞行成本要高得非常多。目前 P8A 投放声呐后需要长时间在空域盘旋，如果要覆盖大面积海域，必须出动更多架 P8A 巡逻机。如果使用无人机，可以用极低的成本进行浮标投放与监测。报道说，虽然 P8A 巡逻机能携带更多的声呐浮标，在大范围监测上仍很重要，但有了无人机支援，可以不必部署更多的 P8A， 整个操作成本会更低。P8A 也可以空出来进行其他的战场监测任务。中国周边将出现大量的死神无人机。
为了支持与中国对峙中的印度军队，美国批准了向印度出售死神无人机的计划。但由于美国的报价实在太离谱，加上后勤设备平均下来每架无人机的价格高达1亿美金，就算是一直被称为凯子的印度大金主也无法接受，这个价格都超过 F-35战斗机了。所以印度人卖了个乖，改为租赁使用。而余下来的无人机，美国国务院宣布同意出售给台湾，以增加台湾自身防卫能力，金额为6亿美元，内容包括地面战台语人员训练，共4架。美军计划将更多的死神无人机出售给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无人机收集的情报可以与美军共享，而美军也会分享部分情报给网友。而如果这些无人机全部获得反潜能力，同样也会对中国潜艇的行动造成很大的干扰。美军的险恶用心不可不防。最近，随着在拉达克的局势继续僵持，印度隐有些坐不住的感觉。不是要在印度洋装模作样的拦截，就是和法国联合空中演习，以期让阵风早日部署在拉达克地区。不然，中国凭借精良的装备，总是让印度不够安心，甚至还有不少人叫嚣要反攻中国内陆。其实，这中间的原因挺简单的：一是拉达克实控线距离印度首都新德里仅只有300公里的距离，中国很多时候碎片一个中程炮弹就能让新德里直接夷为平地。所以印度十分紧张。二是超级大国的梦想一直在拉扯着印度，不过很明显，印度这种想法可不仅是中国觉得好笑，甚至就连美国专家都觉得十分幽默，甚至还劝告印度千万别有这种想法，不然那就是自己作死了。比如美国前五角大楼战略家、现任的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就表示，印度一旦真正离开了山脉进入高原，这无疑会遭到中国精确的全方面打击，这是十分愚蠢的，是一种自杀式的攻击，完全无法实现印度想要保护边境的意愿。其实从地理位置上看，印度占据的地方无疑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相比中国这边的平坦地势，印度很多哨所都是在山旮旯里面，只有人力或者动力比较方便经过，所以只要印度自己不作死，非要到别人家地盘上，也没谁能够拦得住。要知道，如今中国真正想打也是很简单的，比如巡航导弹、火箭弹之类的，夷平印度不是梦。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看着陆地上是行不通了，人家就开始转移到海上了，准备从印度洋入手遏制中国。不过可惜的是，中国并没有任何想要印度洋的心，于是印度就把目光聚集在了马六甲海峡上。作为著名的海上商路，这里每年渡过的商船那是数不堪数，所以印度一度认为自己控制了这里就能制裁中国，还拉上了不少小伙伴，比如去年美印日澳4国联合演习，还有后来还有不少欧洲国家也凑上了一桌热闹，甚至还有人笑称这是当年的8大联军又要来一波吗？不过这虽然是说笑，但是当时确实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风险。这件事可是持续了好长时间，甚至一度让印度人直接自我高潮了，以为一旦印度要搞事儿，就能振臂一呼，小弟一片，就跟着印度一起走，甚至还给印度提了一个建议，让印度借鉴中国当年如何在朝鲜打败美国的方法来对抗中国。先不说这方法搁这几十年后还有没有用，就说这话说出来，美国自己信吗？不过这简直就不怕事儿的挑拨离间，就像是印度自己的专家吐槽的一样，这就是让印度打头阵去送死。但是印度自身实力并不如中国，一旦和中国真正冲突，倒霉的还是印度。